K 棒就是一段时间内价格走过的痕迹，它把开盘、最高、最低、收盘浓缩成一根小小的图形，代表一个特定时间单位，如1分钟、日、周、月的价格走势，时间越长，代表意义越大。开盘价，这段时间一开始的价格；收盘价，这段时间结束的价格；最高价，期间最贵；最低价，期间最便宜。K 棒由2个部分组成，实体、影线。实体，开盘价、收盘价之间的矩形部分。阳线，红 K 上涨，收盘价高于开盘价，买方多方比较强，但追高要小心。阴线，黑 K 下跌，收盘价低于开盘价，卖方空方比较强，恐慌或抛售，但不一定要立刻卖。其实颜色不是重点，谁赢才是重点。影线，影线越长，表示打得越激烈，上影线曾经涨到这里，下影线曾经跌到这里。十字线，开盘与收盘很接近，市场在犹豫不决，常出现在转折附近。K 棒的长短的意义，实体长短反映买卖力量的强弱，实体越长，代表价格动能越强，大阳线、大阴线是强烈的买卖信号。影线长短显示价格波动的剧烈程度，长上影线，价格曾大幅上涨但回落，上方卖压沉重，虽然多方勉强惨胜，实体仍为阳，但已经气喘吁吁，油门踩不动了，实体很短。这场激烈的交战中，这可能会变空的力量。长下影线，价格曾大幅下跌但反弹，下方买盘强劲。无影线的 K 棒称为光头光脚，表示价格波动集中在单一方向。举例来说，长实体，一方油门踩得深，踩得久，一路畅通无阻，行驶距离长。短实体，油门踩得浅，或双方互相踩刹车和油门，车子没开出多远。长影线，交战非常激烈且持久，一方曾经把对方逼退到很远的地方，影线端点，但对方又顽强地打回了大部分失地，收回到实体附近，这是多空交战长久的直观证据。短影线，交战速战速决，一方很快压制了另一方，没给对手什么反击空间。所以看 K 棒时，不只看谁赢了颜色，更要看赢了多少，实体长短，一指油门力道。在赢的过程中被反击了多远，影线长短，以及交战激烈程度和防守强弱。这样每一根 K 棒就从一幅静态画变成了一部有声有色的速度与激情短片。单一 K 棒不是买卖理由， K 棒是语言，不是命令。正确顺序是看趋势、均线、方向，看位置、高档、低档，再看 K 棒反应，搭配成交量。多根 K 棒组合，晨星、木星，趋势反转信号。吞没形态，后一根 K 棒完全覆盖前一根，可能预示转折。趋势判断，连续阳线或阴线显示趋势方向。支撑、阻力识别，密集的 K 棒区域可能形成关键价格水平。交易信号，结合形态与成交量，辅助进出场决策。K 棒需结合时间框架分析，长期趋势、月 K 视角、将军视角，一只股票处于稳健的多头牛市，从100元涨到200元。中期趋势日 K 视角、市涨视角，最近一周，这轮牛市中的一次健康回调正在发生，价格从200元跌到190元。微观波动1分钟 K 视角、蚂蚁视角，在今天的某个小时内，因为一笔大单突然买入或一个无关紧要的小新闻，价格在190.1元到190.5元之间来回震荡了20次。如果你只看这个层级，你会完全迷失，是不是庄家在出货？但事实上，这所有的剧烈波动，在日 K 上看，价格几乎没动。这就像是站在路面上，因为前面5米有个小坑而觉得整条高速公路都毁了一样荒谬，这些波动就是噪音。所以在更高、更主要的时间框架趋势中，那些随机、无方向、不具备持续性的微小价格波动就是噪音，这很危险的，你会见树不见林。如果沉迷于1分钟 K 的趋势，会让你完全忘记日 K 或周 K 指向的真正大方向。这就像只盯住脚下水坑的徒步者，最终偏离了通往山顶的主路。容易过度交易，噪音会产生大量虚假的买入、卖出信号。在1分钟图上，你可能一天交易20次，支付巨额手续费，结果只是围绕190元原地打转，甚至亏损。最后情绪耗尽，被噪音牵着鼻子走，导致情绪极度紧张、焦虑，做出非理性决策。正确的使用哲学，多重时间框架分析，
即用由上而下的3层分析法。第一步，定位看大做小，望远镜先打开周线图或日线图，判断主要趋势是什么，是多头、空头还是盘整，现在处于趋势的哪个阶段，得到结论。例如，日线级别是多头趋势中的健康回调。第二步，规划战术地图，地图切换到4小时或1小时图，在主要趋势的方向上寻找具体的进场区域、支撑阻力位，得到结论。例如，1小时图显示回调可能在188元的前期支撑位结束。第三步，执行，瞄准镜、显微镜，最后才打开15分钟或5分钟图，在规划好的进场区域如188到189元内，寻找精确的进场信号，例如一个看涨的 K 棒形态或背离。此时，你看到的1分钟图上的波动不再是噪音，而是在你有明确计划的背景下，寻找最佳执行点的细微线索。如果价格在188元附近出现一个长下影线，你知道这可能是回调结束的确认。总之，你所交易的趋势取决于你选择观看哪一张地图。在1分钟地图上的一场狂风暴雨，剧烈波动，在日线地图上可能只是天气蓝里的一个多云图标。永远不要用显微镜来规划你的环球旅行路线。正确的做法是，先用望远镜大周期决定你要去欧洲还是亚洲，再用普通地图中周期规划国家路线，最后用街道图小周期找到今晚入住的酒店。因此 K 棒的价值必须在特定的时间框架内解读，并且小框架必须服从大框架的趋势方向，这才是规避噪音、抓住真正趋势的关键。故事1：古董市场的玉佩拍卖日。现在我们把场景换成古董市场的露天摊位，摊主老陈拿出一块玉佩进行公开竞价。市面上主要有2派人马，多方买方，看涨派，以张老板为首，他们相信这块玉佩是真品，未来会升值，想买手。空方卖方，看跌派，以李掌柜为首，他们觉得这块玉佩是赝品或价值不高，要么想高价卖出手上的存货，要么想等价格跌了再买。每一天的交易就是这2大阵营对这块玉佩价值的公开辩论和竞价。 K 棒就是这场全天竞价大会的全景录影。第一幕，一条大阳线，多方压倒性胜利。开盘竞价开始，今天摊主老陈的开价是100两银子开盘价。上午，李掌柜率先发难，大喊这玉佩有瑕疵，只值90两，并愿意以此价格卖出。瞬间价格压低到90两，今日最低价形成下影线，这是空方力量的展现。下午，张老板不认同，他带着一群收藏家挤到前面，高喊我看是真品，我出105两，我出110两。价格被一路追高到110两，今日最高价形成上影线。收盘是极散场，最终在收盘前最后一刻，张老板以108两的价格从另一个愿意卖出的藏家手里成功买下玉佩收盘价。因为最终成交价108两远高于开市价100两，所以今天买方阵营多方大获全胜。这根阳线告诉我们，虽然开盘有空方打压，但买方力量极其旺盛，不断抬高价格竞买，全天情绪乐观，最终以高价成交。第二幕，一根大阴线，空方压倒性胜利。开盘，昨天玉佩108两成交，今天开市价顺势定108两。上午，张老板想乘胜追击，喊道112两，最高价上影线，但应者寥寥。下午，李掌柜阵营开始发力，他们拿出权威鉴定书，说玉佩有问题，大声叫卖。谁要？我100两就卖，我95两即售。恐慌情绪蔓延，价格一路崩到98两最低价，下影线。收盘散场前，最后一块玉佩以102两的恐慌价匆匆成交收盘价，最终价低于开市价。卖方阵营空方今天完全掌控了局面。这根阴线告诉我们，买方尝试推高失败，卖方大量抛售并引发恐慌，全天价格节节败退，市场情绪悲观。第三幕，十字星势均力敌，胜负未分。全天张老板和李掌柜两派吵得不可开交，价格上蹿下跳，张老板一喊高，李掌柜就抛售砸价，价格一跌，张老板又抄底买进，最终收盘时价格恰好又回到了开盘的105两。这根十字星告诉我们，
今天多空双方激烈交战，但谁也没能彻底说服市场，买卖力量完全均衡，市场在犹豫下一个方向即将选择。这样理解更贴近真实市场的博弈本质了。张老板多方是想买的人，李掌柜空方是想卖的人或看空并愿意卖出的人，他们是市场上不同的参与者，利益根本对立。股票、数位货币等市场就是由成千上万个张老板和李掌柜组成的，他们的买卖决策共同形成了价格。上影线等于买方出价的最高试探点，下影线等于卖方出价的最低试探点，这完美体现了双方的攻防拉锯。所以 K 线图是一部全天候不间断的多空战争纪录片，每个时间单位1分、1小时、1天就是一集，而每一根 K 棒就是这一集的精华剪辑，告诉你谁进攻了，谁防守了，谁赢了，战场价格最终停在了哪里。想象你是一位将军，市场就是战场，你无法看到战场上每个士兵的及时移动，每一笔交易，那会让你资讯过载。K 棒就是你的侦察兵，每小时送回的战况沙盘，沙盘上的旗帜 K 棒显示了我军多方的进攻起点开盘，敌方空方的反击最远点影线极端，这1小时战斗结束后的战线位置收盘。一根长长的向前推进的旗帜长阳线告诉你我军气势如虹，占据绝对优势。上影线很长的旗帜射击之星告诉你我军曾深入敌后，但遭遇伏击，损失惨重，被迫撤回。这个沙盘 K 线图的价值在于它解决了你无法亲自到每一个前线的问题，让你能站在指挥部的全局高度看清楚整个战争的趋势旗帜整体往哪个方向移动，敌我力量的强弱对比，旗帜实体大小，关键战役的转捩点，特殊形态的旗帜出现，结论与注意事项。历史形态并非绝对，市场情绪与突发事件可能改变价格轨迹。K 棒的本质是将市场情绪视觉化，帮助投资者快速解读多空力量的博弈，掌握其原理是进入技术分析的重要第一步。K 棒不是预测未来的水晶球，而是记录人性，是一个强大的市场行为显微镜和情绪压力计。会看 K 棒是在读市场的情绪，而不是算命。K 棒的终极价值在于它用最简洁、最直观的视觉化方式解决了金融交易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如何在混乱的价格波动中快速理解并衡量市场多空力量的即时对比与情绪变化。因此 K 棒为交易者提供了一个高效、客观、可视化的框架，用以解读市场行为，衡量多空力量，识别市场情绪，从而在几率游戏中做出更理性的决策。它不保证100%正确，但它让交易从凭感觉猜变成了有依据的看，是每一位市场参与者必须掌握的基本功和通用语言。